大家好，我是张大刚，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主角再次下线的热血格斗番《刃牙》。上集说到，希克尔斯基被杰克阴到了格斗场，杰克嫌他菜，换了环境利用斗法大师盖亚出场，而盖亚仅利用地上的沙子就能把希克尔斯基搞得全身都是伤，沙子中的牙齿和指甲如同散弹枪一样打在他的身上。盖亚抓起一捧又一捧的沙子，不断的朝希克尔斯基扔去，在这种猛烈的攻势下，他只能被动防御，身上的伤口也越来越多。扔了几下之后，攻击停止了，盖亚脱掉上衣，捧起沙子，不断的将沙子扔向空中，格斗场瞬间扬起了大量烟尘。这一破坏环境的行为遭到了观众的强烈谴责，但很快他们就找不到谴责对象了。盖亚整个人都在沙尘中消失了，或者说他用沙子包裹住全身，完美的隐藏在了环境中，看不到敌人的希克尔斯基马上就急了，滚滚的沙尘将他包围，一只手拽住他的鼻子戏弄，但等他挥拳的时候人又没了，气得希克尔斯基大声质问盖亚为什么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堂堂正正的战斗，下一秒就被一脚踢中了小兄弟。希克尔斯基武当跳脚，抬头一看，盖亚就悠闲的倚着栏杆嘲笑他。他们之间可不是格斗战，而是赌上自己一切的生存战。盖亚走到希克尔斯基面前，人又同沙尘一样消失了。他要告诉希克尔斯基暴力的真正可怕之处。希克尔斯基慌得一匹，不停的左顾右盼，试图寻找盖亚的踪迹。但还没等他看清楚，盖亚就一拳揍向希克尔斯基，紧接着又是一脚直踢腿骨。但两下之后，盖亚就停止了攻击，而是不停的挑逗着慌乱的希克尔斯基。这是他给出的信息，我能随时随地的杀死你。然后又是一脚踹得他小腿皮开肉绽，希克尔斯基抱着腿哀嚎，下一秒就被盖亚戳瞎了眼。这一下盖亚连隐身都不用了，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一脚正中裆部，似乎听到了某种东西碎裂的声音。希克尔斯基疼得跪倒在地，盖亚告诉他自己10秒攻击一次，而已经瞎了的希克尔斯基将在黑暗中每10秒都要遭受到一次攻击。说着盖亚就开始了倒数。陷入黑暗的希克尔斯基根本无法预测盖亚的攻击方向，只能站起来胡乱的挥拳抵挡，但根本无济于事。盖亚一脚又一脚的将其踹倒在地上，彻底陷入绝望的希克尔斯基只能浑身颤抖的抱头缩在地上，只能任由盖亚的一次又一次攻击，最后只能大喊认输，朝盖亚求饶。极度的恐惧和黑暗已经将他彻底折磨的崩溃了。盖亚就这样轻松赢下了战斗，5个死刑犯解决了4个。与此同时，最后一位死刑犯柳收到了色川约他公园决斗的挑战书，前来赴约，但是他抽着烟在寒风中走了很久，色川都还没到。原来色川在赶来的路上被一扇厚重的大门拦下了脚步。在最强淘汰赛的准决赛和杰克战斗之前，色川也看到了这扇幻影之门，然后他就输得很惨，差点歇菜。所以这扇门的出现往往预示着他的败北。年轻时的他的老师曾告诫过他不要接近无法匹敌之辈，但色川还是深吸一口气穿过大门，他的面前又出现了拦路的汪洋大海，搞得色川非常疑惑，他就是去赴个约，柳那老东西居然厉害到这种程度了。这边色川还在和自己的幻境斗智斗勇，殊不知自己的场子被人截胡了。本部流实战柔术家本部乙藏找上了刘打架，刘见此将自己抽了一半的烟朝乙藏扔去，被乙藏用武士刀轻松的劈成2半，然后猛地跃起朝着柳当头砍下。柳侧身躲避，没想到乙藏突然将剑扔出，直直插入柳的右腿，紧接着又扔出锁链将其拽倒在地。想不到吧，人家是武器流，然后挥舞着锁链又是一下，直接击碎了柳的半张嘴。但柳更加兴奋了，他从背后掏出自己的镰刀，高速挥舞起来，却没想到乙藏看都不看他的表演，直接走了2步退出了攻击距离，然后趁着柳愣神将锁链扔到了他的脸上，冲上去缴械摔人，一气呵成。柳被摔在了栏杆上，半天爬不起来。乙藏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柳失败的关键，他太过于依赖武器了。说着提着柳的镰刀冲了上去，仅一刀就砍断了柳的毒手，鲜血喷涌而出。然后乙藏猛地拔出柳腿上的刀对准他，胜负已分。但柳却突然笑了，提醒他看身后。永次郎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乙藏身后，乙藏大惊之下挥刀相向，但永次郎却伸手轻描淡写的徒手掰断了坚硬的武士刀，然后走到柳的面前告诉他你已经输了。但柳气得青筋暴起，却并不肯认输，就算他是地表最强生物，也没有权利决定这场战斗的胜利。好家伙，是知道这部剧里死不了人，所以才这么倔的吗？色川这一路又是大海又是悬崖的，好不容易到了，才发现自己的场子不仅被抢了，就连永次郎也来了，怪不得自己的幻境可怕成这样。永次郎嘴上说着自己该走了，结果一反手对着柳的脸就是一拳，直接把人打得一头枪地，满头是血。既然这么倔，那他就只能把人打到不能自理，强行认输喽。另一边，被柳逼到跳海的朵尔躲进了海边的洞穴里，他的眼睛已经彻底看不见了。好死不死的，奥利巴找到了他的踪迹。奥利巴敏锐地发现朵尔失明的事实，直接一下把人勒晕，带去了医院。朵尔的眼中含有非常多的毒素，是导致他失明的主要原因。而此时的刃牙也出了大问题，
题，不仅吃不下饭，脸色惨白，脱了衣服后烧姜惊呆了。刃牙原本壮硕的肌肉就像缩水一样迅速的消瘦了，整个人都变得骨瘦如柴，很难不怀疑他是不是去吸毒了。当然刃牙没有吸毒，而是中毒了。等烧姜把人送到医院，红叶一看，直接对他说没救了，埋了吧。这人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无法接受这一切的烧姜跑到外面痛哭，正好遇见了一位前来问路的黑人小伙。见烧姜这么难过，于是小伙将自己丑到爆的护身符送给了烧姜，安慰了他几句之后离开了。刃牙中毒的消息很快被红叶通知给了众人。六的毒素对刃牙并不是毫无作用，他通过毒手给刃牙体内注射的毒液早就远远超过了致死量。但就在红叶再次探望刃牙的时候，却发现他居然私自离开了医院，跑回了家。刃牙拒绝接受治疗，看架势是要自己免疫。黑人小伙告别烧姜之后来到宾馆，世界冠军戴普直接单膝跪地表示恭敬，直言因为他没上擂台，自己才能获得冠军。小伙上场之前戴了一副拳击手套，戴普却是面色凝重，因为这个人即使戴着手套也比赤手空拳要危险100倍。两个人的比赛很快开始，戴普抱着必杀的态度进行攻击，威力十足的两拳一个都没能命中。戴普紧接着又是一记高抬腿，被小伙一记重拳击中下巴倒飞出去。起身后的戴普陷入极度的愤怒状态，猛地冲上去又是一记高鞭腿，然后抓住小伙的裤子就是一招擒抱。但小伙根本没给他这个机会，又是一记重拳直击戴普下巴，然后又是两拳直接把世界格斗冠军打得失去意识。另一边，日本的记者开车来到美国的一座豪宅，前来采访20世纪最伟大的拳击运动员穆罕默德·阿里。但此时的阿里已经非常虚弱，浑身颤抖，还流着口水。但当正式开始访问的时候，阿里突然停止了颤抖。他问记者认不认识一个叫范马永次郎的人。记者惊呆了，阿里为什么会提起这位可怕的食人魔？而在日本东京，记者口中的食人魔则是见到了那位将戴普打趴的黑人小伙，也就是阿里的儿子小阿里。阿里是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他认为金牌毫无价值，而把他扔进水里，转身投入到职业赛中，在媒体面前辱骂对手，扬言3天之内打败他，随后言出必行。之后由于逃避征兵被剥夺了头衔，转而参与黑人解放运动，3次重登拳王宝座，创下运动领域的各种传说。但就是这么一个神人，嘴里却说出了永次郎的名字。1976年，当时的阿里在日本和职业摔跤手们进行世界大战，但就在和搭档们夜跑的路上，意外出现了，身边的人逐渐消失不见。在这座钢筋水泥的森林中，他闻到了野兽的味道，一扭头，那个比野兽还要凶猛的男人，年轻的永次郎就站在他的身后。面对气质十足的永次郎，阿里惊得冷汗直冒，下意识地摆出了防守的姿势。在拳击比赛中，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他都不会防守，而永次郎却让他感受到了足以防守的威胁。阿里迅速挥拳朝永次郎打去，但无论他怎么努力，连对手的头发丝都碰不到。见此，他放弃了进攻，问起了永次郎的意图。永次郎微微一笑，他想看看阿里真正的得意之技，那是比拳击还要更加全面，能预料对手所有攻击的格斗技。听到这里，阿里眼神也是一变，他没想到就连世界上名声显赫的教练员都看不穿的招式，居然被街上偶遇的一个东洋人看穿了。阿里浑身的气场猛地一变，对着永次郎就是极其快速的3连击，竟然对这位地表最强的怪物形成了擦伤。永次郎见此非常满意，这根本不是拳击，而是阿里独创的阿里流拳法。可惜他逃避征兵的3年空窗期，让阿里流拳法没能成型。阿里一拳挥出，再次挥空，永次郎直接躺倒，拽出他的腿，将其翻了个身，稳稳落地。永次郎握住了阿里的手，但就是那3年的空窗期，让他对阿里无比尊敬。阿里不仅是世界冠军，更是一位勇敢的战士，为了穷困潦倒的黑人群体和体制战斗，为了伤痕累累的越共人民和国家战斗。顺便提一下，阿里逃避兵役的那几年正是越南战争时期，他遇到永次郎的前1年，战争刚刚结束。阿里为各式各样的弱势群体斗争，是无力之人的希望。但即使永次郎毫无敌意和恶意，阿里也开心不起来，因为永次郎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永次郎追上转身离开的阿里，即使斗争只能带来绝望，他还是很佩服阿里对抗人种歧视，甚至是国家的坚韧意志。当阿里问起永次郎的梦想，永次郎说他想要力量，通过单纯的肉体力量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人，就连大国的武器都不放在眼里。震惊于永次郎的远大志向，阿里一转态度，请求他能够和自己的儿子见面。就这样，两人正式相识了。永次郎到底对阿里的儿子产生了什么影响？危在旦夕的刃牙又该如何？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